川菜的灵魂除了豆瓣以外，还有就是红油。饭店里面的红油是又红又亮，拌菜也超级的香。今天就把饭店不外传的凉菜红油做法分享给大家。所需要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一些：中粗的辣椒粉、姜、葱、蒜和洋葱、带皮的白芝麻、大瓜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等各种香料。我们内江本地的小榨纯正菜籽油。第一步，先要把菜籽油称一下，它和辣椒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就是1:5，1斤辣椒给它加个5斤的油。咱们的这个油黄亮黄亮的，倒出来就能闻到香味。称好的纯菜籽油下锅，先用大火把它炼熟。红油做出来香不香，好不好吃，两个关键的因素。第一个关键因素呢，就是辣椒粉好不好。辣椒粉呢，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，可以去我橱窗里面买就行了。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油好不好。咱们今天用的这一款菜籽油的话，是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个小榨纯菜籽油，颜色是金黄金黄的。炒菜的话，有那个生清油的清香味。像现在快要过年了嘛，用它来炸酥肉、炸排骨、炖鱼，这些都香得不得了。尤其是做红油，必须用这样子的纯菜籽油做出来它才香。如果你是用普通的色拉油或者那种普通的调和油做出来，口感上面真的是差别很大。需要纯菜籽油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直接去购买。这款菜籽油现在买一个大瓶的，还送一个小瓶的。如果吃了小瓶的觉得不是纯菜籽油，或者是不满意，可以无条件全额给大家退款的。发货地也是从我们四川内江发的所以说正儿八经的四川纯菜籽油。同时呢，它还是我们内江大千谷里的优质农产品真正的是看得见的放心。像菜籽油这样子的，一年都吃不了几瓶。说实在的，就吃这样子的纯菜籽油，吃好一点的菜籽油。菜籽油烧至刚刚冒烟，基本上就是200度左右，已经炼熟了。现在我们就关火，让它先稍微冷却一会儿。看到没有，炼熟后的菜籽油它就越来越轻了，所以呢叫清油。刚刚倒出来的时候是特别浓稠的。油温稍有冷却，下姜、葱、蒜和洋葱。用小火慢慢的炸，主要是把它们的香味全部提炼到这个油里面来。全部都炸干香了，这下给它露出来不要。紧接着下入香料，用最小火慢慢的沁炸。其实香料的话也可以提前用水泡一下，它主要就是没那么容易炸糊。辣椒粉的话，先倒一半在这个油缸里面。香料全部都炸干了，同样的用漏勺给它漏出来不要。这个时候锅里面差不多是200度左右，咱们来炸芝麻。芝麻像我这样子放到漏勺里面炸，如果直接倒在油里面炸的话，到时候炸的到处都是，不好操作。还有就是炸芝麻一定要高油温，如果油温太低了芝麻是炸不饱满的，到时候它浮不起来。芝麻全部炸至这种金黄饱满就可以了。趁现在锅里面的油温比较高，200度的时候，先加入一个1/4的热油进去，烤转。这一步主要是把辣椒面的腐辣香味给呛出来，因为油温低了的话就呛不香咱们再把剩下的一半辣椒面放进去。第一半的辣椒面呢是增香的，第二份放的辣椒面呢就是给它上色的。这时候就不要着急浇油了，稍微让它冷却一下再来。锅里面的油温大概冷至150度了，再给它加入1/4的油，这样子就把第二次放进去的辣椒面的颜色也呛出来了，香味也有了。还是要不停的烤因为它油在里面很多，不是很快冷却，所以说一直都在里面油炸着，相当于。当油温冷至100度左右的时候，再来给它全部加进去。菜籽油全部倒完过后，把刚才炸好的芝麻放进去。看见没有，倒下去它就浮起来了，这个红油立马就漂亮了。这就是芝麻炸透了，如果你没有炸透，倒下去它就全部沉底了。现在你看着上面它还飘着一点辣椒那泡个24个小时过后，这些辣椒皮全部就会沉下去，表皮飘的全是芝麻。颜色的话也需要24个小时之后它才会出来。你们看安不安逸吧？安逸的很哇。整个盖子给它扛起来，不要让香味跑了红油做好过后，一般都不是当场食用的，都是扣24小时过后
它的香味和颜色才会出来。今天做这个红油的方法呢，算得上是比较简单的，不知道大家学会没有哈？学会的朋友记得点一个赞，没有学会的朋友呢就再看一遍。红油做好过后，一般情况下做凉菜或者是吃面条、吃饺子、吃焯水、打蘸水这些等等都可以用到。所以说呢，它和豆瓣两个可以称之为是川菜的灵魂。多了咱们就不说了哈，这个小熊藏在这里可能是想吃饭的。我们今天中午吃一点剩菜，我是刘凯，拜拜。